如果我问你，你最熟悉的中文 YouTuber 是谁？你可能会列举出一系列的名字，老高与小莫、李永乐老师、小高姐等。他们的频道无论是从订阅数还是播放量来讲，无疑是所有中文频道的佼佼者。但是能够被称为中文 YouTuber 第一人的，却是已经停更了将近3年的李子柒。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李子柒以及她背后的商业故事。是什么让李子柒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女孩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并且在30岁之前就拥有了过亿的身家？而在巅峰时期，她又突然消失在大众视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在频道中会分享理财投资的知识和个人成长的内容，也会讲述有趣的商业轶事。请点赞、转发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李子柒原名李佳佳，1990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由于家境的原因，年仅14岁的她离开家乡外出打工。2021年，为了照顾年迈的奶奶，李子柒回到了家乡四川绵阳。在这里，她开始了自己的短视频制作。最开始，李子柒一个人包揽了内容、摄影、剪辑和发布。视频内容偏向古风美食，拍摄和制作的手法也比较的粗糙，在一开始并没有获得非常高的流量和关注度。不过，李子柒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善于学习。在2016年3月，李子柒因为短视频梅花九的特写模糊，他就去请教了视频特效制作达人密码大叔，并拜其为师，学习短视频的剪辑方法。到了同年11月，为了拍摄兰州牛肉面，没有拉面基础的他，特意前往兰州拜师学习。从开始学习拉面到完成摄制，他前后总共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而兰州拉面也成为了他早期短视频的代表作。这种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让他的视频逐渐在中国的各大平台火了起来，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真正让李子柒成为华人第一博主的契机，还是在2017年。2017年8月，李子柒开通了他的 YouTube 频道。对于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的网红博主来说，YouTube 并不是他们的主要阵地，相当多的网红甚至没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在李子柒之前，比较知名的 YouTuber 中只有老高与小莫，还有小高姐，而这几位 YouTuber 也不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地区。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李子柒完全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她在海外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在1年多的时间内就突破了100万的订阅数，到了2021年，订阅人数更是狂涨到了1600多万。虽然已经停更了许久，但是李子柒的 YouTube 频道的热度不减反增，迄今为止已经获得了1860万的订阅数和超过30亿次的播放量。当然，李子柒的成功离不开她节目制作的高水准，她在每一期节目中都能非常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而且节奏掌握得很好。而唯美的中国古风给观众们又能带来非常治愈的视觉享受。李子柒之所以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也获得了巨大的关注，除了选题，给大家勾画的是犹如世外桃源一般的田园风光，当时并没有同类型的网红与之媲美，再加上他在文案内容上的巧思，他的影片中并没有加入过多的台词，除了偶尔讲几句家乡话，这种近乎默片的展现方式，也让他的节目克服了语言的屏障，拥有更多的受众。他的大批观众都是来自于非中文地区。和很多成功的网红一样，李子柒也受到了不少资本的追捧。然而，李子柒却志不在此。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中国的网红经济。网红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流量收入、广告植入、带货、网店，甚至有人开设线下新零售店。虽然网红一开始通过发布视频、直播和博客等内容引起关注而走红，但是流量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即使有些大网红已经拥有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粉丝。在中国有大量的自媒体平台，但是这些平台给予流量的分成很低，大多数网红基本上都是依靠广告植入、带货，甚至是开设自己的网店来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头部网红的背后基本都有资本的推手，MCN 机构就是在网红经济一片繁荣的气象下快速崛起的。不过，李子柒潜行于内容创作，他不接广告，也不愿意为其他品牌带货。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的 MCN 机构主动联系过他，提出过非常丰厚的条件要求合作，但是李子柒却一直不为所动。时间到了2016年的某一天，李子柒收到了一位来自 L 先生的微博私信，表达出对他创作内容的喜爱，非常诚恳的要求合作。
这位 L 先生全称叫做刘同明，是杭州一家 MCN 机构微念的创始人。一开始李子柒并没有同意，但是刘同明非常的有诚意，并且承诺李子柒只需要负责内容创作，杭州微念负责推广李子柒这个品牌。公司会好好的珍惜品牌的口碑，不会让商业化消耗到它，也不会让它植入广告和直播带货。这份诚意让李子柒不再坚持，最终以合约模式与杭州微念达成合作。合作初期显然是李子柒和微念的蜜月期，李子柒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创作上，也有了一个小团队帮助他完成摄影、剪辑等工作。他创造的内容也更为丰富，不仅局限于美食短视频，而是更出色的把风景、人物、古风、民俗等糅合到每一期节目中。节目的时长和品质肉眼可见的提高，甚至不亚于电视台的制作水准。在微念的帮助下，李子柒的影片也发布到了更多的平台。到了2017年，李子柒正式进驻 YouTube。在这期间，李子柒所能获得的最大的收入就是来自于 YouTube 平台自身的广告分成。李子柒此时在 YouTube 已经获得了1000万级别的订阅数，同时在中国国内的平台，像是微博、抖音、哔哩哔哩等，总的粉丝数量也超过了1亿。在巨大流量的加持下，李子柒依旧不改初心，坚持不植入广告、不直播带货。然而，这对于微念来说意味着几乎无利可图，因为来自 YouTube 平台等的收入大多归于创作者本人，也就是李子柒。微念作为企业，不可能不想着盈利赚钱。不甘心为他人做嫁衣的刘同明开始了他的一系列的操作。首先，他把和李子柒的合约模式改为共同出资模式，成立了合资公司四川子柒文化，其中杭州微念资金入股持股51%，李子柒本人以创意入股持股49%。不要小看这2个数字，这里的门道我们一会儿再说。然后四川子柒还注册了李子柒这个品牌。到了2018年8月，李子柒天猫旗舰店正式开业，销售李子柒品牌的螺蛳粉、藕粉、牛肉酱等商品。在线上销售大获成功之后，还开拓了线下超市和便利店的渠道。短短1年内，李子柒这个品牌就获得了高达16亿的销售额。然而，这一切和李子柒本人并没有关系，因为李子柒天猫旗舰店的经营者以及螺蛳粉、藕粉等商品的委托商都是杭州微念，而不是四川子柒。李子柒本人虽然持有四川子柒49%的股份，但是他在杭州微念的持股为0。因为品牌的迅速成长，杭州微念也获得了来自字节跳动等一众资本的投资，估值来到了50亿元人民币。虽然我们不知道刘同明是怎样说服李子柒接受持股四川子柒文化49%股份的提议的，但是涉世未深的李子柒在当时应该对公司股权设计并没有很多的了解，这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一颗雷。杭州微念为什么持股51%？我特意查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公司法第103条第2款前半段，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半数通过。所以51%不多不少，刚好确保了杭州微念对四川子柒文化的控制权，还具有强行罢免李佳佳，也就是李子柒本人的职务，并接管公司的能力。此外，公司的日常运营、投资计划以及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等，都属于一般表决事项，都在杭州微念决策的能力范围内。当然，李佳佳因为持有四川子柒文化49%的股权，超过了1/3，是可以在股东会议上行使他的一票否决权的。然而，他只能否决杭州微念提出的要求2/3以上表决权通过的重大事项决议。哪些事项属于重大事项呢？公司法规定，重大事项是指公司的股本变化、增减资、修改公司章程、分立、合并、变更经营项目等。不过，在四川子柒文化的日常运营中是不会涉及到公司法中提及的重大事项的，所以杭州微念并没有必要主张2/3的股权，却依旧可以对公司的日常运营拥有决策权，并且充分保障其利益。也就是说，尽管杭州微念对子柒文化的持股低于2/3，并不具有绝对控制权，但其设计的公司治理机制依旧可以架空李佳佳，也能对李子柒在各大品牌的主要账号和商标的使用权行使有效的控制。2021年7月14日，李子柒在发布了视频茶米油盐酱醋之后，就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由于李子柒的视频制作时间较长，发布频率低，一开始可能大家并没有察觉到异样。然而到了2021年8月底的某一天，李子柒突然在微博发布“资本真是好手段”，
刹那间一时激起千层浪，李子柒和微念之间的矛盾也从幕后被放到了台前，还引发了网友们激烈的讨论。作为公众人物，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已不足为奇。早在李子柒天猫旗舰店开业之初，就有不明背后真相的网友发出质疑，说好的只是潜心于内容创作，还不是开始卖货？李子柒就是忘了初心，想钱想疯了。还有人说，本来以为是网红界的一股清流，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同。也有人说，李子柒，你捞钱的样子真难看。随着更多的事实暴露在网友眼前，大家才明白，李子柒品牌和李子柒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卖货赚钱的也是杭州微念。2021年11月，李子柒对杭州微念发起了诉讼。在这场个人与机构的博弈中，大多数网友是同情李子柒的遭遇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网友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网友说，如果没有微念公司，李佳佳又如何靠个人创造出今天的局面？任何决定的背后都有利有弊，且看自己的想法是否认同而已，不要埋怨别人。还有人说，公司还是帮了他很多的，他们共同收利。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凡事要共生，没有谁对谁错。在李子柒停更了400多天后，于2022年12月27日，微念突然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则和解公告。微念与李子柒在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短短的一句话，标示着这场股权纷争和 IP 争夺战以和解落幕。企查查网站也显示，四川子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权发生了变更，李佳佳的持股比例由此前的49%上升至99%，杭州微念则由此前的51%下降至1%。李子柒终于拿回了自己的品牌，一众粉丝欢呼雀跃，热切期待他的复出。一场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但是不得不提的是，这场冲突中的双方，李子柒和杭州微念可谓是两败俱伤。2年的漫长诉讼，让李子柒天猫旗舰店从巅峰时的年销售额16亿人民币下滑到了半年仅有1.7亿的销量。微念也因为失去了李子柒这张王牌，接连被字节跳动等资本撤资，损失不可谓不巨大。而李子柒也并未像公众期待的一般，直到目前为止，他尚未回归。和李子柒刚刚走红时不同的是，现在类似题材的长短视频已经充斥了海内外各大自媒体平台，这个赛道也变得越来越卷。李子柒还能重回巅峰吗？近年来，知名网红和经纪公司因为利益分配而发生冲突的事件已经是屡见不鲜，可见网红经济的商业模式上有非常多的改善空间。网红和 MCN 机构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合作开始前，双方就应该制定清晰的合作协议，并且保持透明度。对于机构来说，应该给予网红合理的权益分配；对于网红来说，了解必要的公司法规也很重要。在签署条款之前，咨询律师也可以避免很多可能的冲突。好，今天分享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